忙着呢。车主任，这水泥厂谁负责生产？王小艺，他人呢？他去医院了。他怎么了？得什么病了？好像是肺病，咳嗽2个月了。这么严重啊？可不是嘛。你没事吧？没事，我这是老毛病。我得去看啊。忙吧。哎，慢走，车主任。我问你，你都签完字了，为什么还找我签？我这不是为了对你表示尊重吗？我签不签都一样，这表明对我尊重吗？我问你，刘首富，在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总经理？当然有了。那你花钱的时候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说了，你懂吗？你连说都没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懂？那好，我问你，100立方的石料能生产多少立方的水泥？不知道了吧？老田，你现阶段最大的任务是要尽快熟悉咱们厂的业务，只有这样，才能为咱们厂做出巨大的贡献。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怎么感觉你拿我当猴耍呢？谁耍你了？我巴不得啥也不管，全交给你呢。我都想好了，等你业务熟练以后，咱们厂的大权就交给你了。真的啊？当然是真的。这么多年，你以为我不累啊？我也想有个接班人呐。接班人？我也想有个左膀右臂啊。哼！还有事吗？我问你，100立方石料能生产多少水泥？100立方石料，如果不算损耗的话，可以生产100立方水泥。去一边去！真的？全都是肺上的毛病，也许是巧合吧。要都一个病，肯定不是巧合。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干嘛呢？哎，田总，不干活在这聊什么天儿？不是田总，车主任找我说几句话。干活去。哦，好。哟，车主任大驾光临，有什么指示吗？爸，别叫我爸，我是水泥厂的总经理，你可以叫我田总。如果实在不愿意叫的话，你可以喊我田茂山同志。我不敢。你不敢？还有你车向前不敢干的事吗？说吧，干嘛来了？我听说厂里头有一些人都得了肺病，就过来看看。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有没有病跟你有啥关系啊？我怀疑他们这个病啊，跟水泥厂有关。车向前，我发现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这里不欢迎你，赶紧给我走。爸，走。哎，主任，喝点水。哎，这么严重啊？是啊。这病怎么得的？哎呀，谁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多久了？有5年了吧，最近这1年变得严重了。老蔡，你在水泥厂干了多久？啊，我给你算算啊。行了，都咳成这样了，你少说几句吧。哎，咱村水泥厂干了有5、6年了吧，建厂的又去了。那上水泥厂之前有这病吗？没有，以前身体好着呢，现在倒好，家里啥活都帮衬不上了。上医院检查了没有？检查啥呀？这就是命。行了，赶紧把药吃。哎。
钱。哎，向前啊，对了，这你要不打电话，我就出去开会去了。没耽误你事儿吧？没有，说吧，找我啥事儿？你是呼吸内科的专家，我想请教你点事儿。不会又让我帮你演戏吧？哎，不是，我想了解一下尘肺病的情况。尘肺病？姐，我觉得你想多了。那苗大帝再厉害，还能有警察厉害呀？再说了，他要是报复，你就报警。姐，他来了。啊，姐，报警吧。但啥也没干，我咋报警呀？你想干嘛？不干嘛，吃饭。金枝，把菜单给我拿过来。算了，不用了。给我来一个宫保鸡丁，再做一个西红柿鸡蛋汤，再给我来一份炒饼，分量足点啊。好。老板娘，给我来2瓶啤酒。要凉的，常温的。凉的，冰凉的。给。等会儿，这么凉我怎么喝呀？你不是要凉的吗？我肠胃不好，我要凉的干嘛？苗大帝，你讲不讲理呀？你自己刚才说的要凉的、冰凉的。我说的是凉的、冰凉的，不要。那不要你没听见呀？你啥耳朵呀？给我换了去。啥意思啊？不给换呀？等着。这个尘肺病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吸入了过量的这个粉尘，从而使这个患者肺部受到严重损伤，从而产生这种憋气啊、咳嗽的症状，然后最后呢，会因为这个呼吸衰竭而死亡。这么严重啊？对，而且这个病啊，目前来讲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那这个病传染吗？那倒不会。那为什么我们村那么多人得这个病啊？如果是集体爆发这个情况的话，那说明你们村有这个可吸入的致病粉尘的密度比较大。至于这个病情的先后，包括轻重啊，这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你们村是不是有这个污染的这个企业或者厂子啊？有个水泥厂。这就对了，这水泥厂是重污染企业。老钱，你帮我个忙。你说，只要我能帮你，我全力帮你。太好了。哎，姐夫，晚仓，你知道你姐在城里头什么地儿上班吗？哎呀，这我可记不清了，好像是一个叫什么居的酒店。要不我给你问问我姐吧？哦，别，千万别给她通风报信儿。啊，明白。你是想给我姐一个惊喜，对吧？啊，对，给她个惊喜。哎，姐夫，你最好给我姐买束花，女人都喜欢花。啊，行了，挂了吧。你好，你好，我想打听一下，你们这儿有没有叫田小梅的？田小梅，她是哪个部门的？我也不知道。那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帮你找啊？行，谢谢啊。前台，2110的客人吃了一个泡面，一根火腿肠，其他东西都正常，检查完了。收到，收到。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小梅，向前，你不用劝我，
我不会回去的。小梅，你别赌气行吗？我没赌气，我的气儿已经消了。这10几年我一直在为别人活着，现在我想为我自己活着。你为自己活，我不反对，但是我反对你在这儿做保洁。保洁怎么了？我现在是保洁，不代表永远都是保洁。我不反对你当村主任，你也别反对我在这儿打工。可是我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就把倩倩和我爸照顾好。还有，我在这儿当保洁的事儿，你跟谁也不许说。小梅，你听我说，你答不答应？好，我答应你。你这次来，是来城里办事儿，还是专门来看我的？我就知道，你是不会专门来看我的。你回去吧，我还忙着。刘总，有情况吗？没有。按理来讲，他这一半天也该回来了。您说王总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了？你怎么说话呢？那是咱们领导。就算王总回来了，我觉得你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您看他不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您的领导下，这酒店发展得多好呀！好什么好啊？你看看那营业额都惨不忍睹了。是吗？玉芳，你就是这儿的领导吧？嗯。怎么了？我想给你们酒店提点意见。给他拿张纸，让他写下来。站住！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们就是这么不尊重顾客呀？您有意见跟建议，我不让您写下来了。往后再也不来你们云居酒店了。您爱来不来，我们这儿啊也不差您这一个人住。哎，你站住，过来。我吗？对，就是你。他现在就是你们这个酒店的副总经理了。你是不是喝高了你？你算哪根葱啊？你说我算哪颗葱啊？王总。王总好。哎，凯旋呐，你真让我失望。公司的财务怎么成这样了？你是怎么经营的？让我跟上边怎么交代？王总，最近市里又开了几家酒店，抢走了咱们不少生意。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呢。想出来了吗？什么最重要？人才。我们集团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人才。对顾客来讲，他们接触的是基层的人员，前台服务员，他们是公司的脸面，是公司的名片。是，您说的太对了。你平时是怎么教育员工的？您告诉我的这些至理名言，我经常跟他们讲。你还给他们讲？你自己都没弄明白。我告诉你，我已经来过好多次了。昨晚我开房，没给前台身份证，服务员就给开了，这能开吗？这是咱们的底线。如果我是个犯罪分子怎么办？啊，真出了问题，你承担得了吗？不会吧？这小刘可是老员工啊。老员工出了新问题，您再给我次机会，我一定会改的。那个
保洁叫什么？田小梅。我考验过她几次，如果咱们云居酒店的员工都像她一样，何愁生意不好？你去把那个田什么？田小梅。对，你把她给我叫过来。哎。小梅，小梅。哎，刘副总，你找我呀？不是我找你，是咱们王总，王老板找你。王老板。喂，主任。你啊，在村委会的公众号里头发个消息，通知所有村民，明天上午9点半，小广场呢搞个活动，希望大家都能来。每个来的人还都能拿到一份礼品。什么礼品呀？暂时保密，啊，赶紧现在就发吧。哦，好嘞。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有想过入党？想啊，我不够格。你够不够格啊？不是你说了算，这事儿你得听组织安排。现在我问你，你想不想入党？想啊，咋不想啊？好，那我先把你登记上啊。好，好，好，太好了。喂，丽姐，咱那个广播修好没有？没有呢，怎么了？你这样，你通知一下所有村委会的人，挨家挨户的通知一下，明天上午9点半，咱们在这个小广场呢搞个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参加。你一定要说一下，每个来的人都会拿到一份礼品。啥活动啊？暂时保密，挨家挨户都得通知到啊。好，我知道了，你赶紧通知吧。这个入党啊，光想不行，你得拿出实际行动来。我知道，入党还得接受组织考验。先生，啊，这个是您掉的吗？哦，啊，对，是我的。哎呀，你瞧我这脑子。还给你。啊，谢谢。不客气。哎，一点意思，拿着。这钱我不能要。嫌少，那我再拿几张。真不是这个意思，这钱我真不要。谢谢您。哎，先生您好。好什么好？又是你。先生您好，您的卫生纸。怎么还是你？是啊，其他人都下班了。你们客房保洁几个人？2个。2个人打扫整个酒店。是啊，您早点休息吧。等会儿。你的服务态度真好，你是经过酒店专门培训的？没想到吧？没想到，您就是这儿的老板。田什么？田小梅。对，田小梅，你做得非常好，值得表扬。谢谢。我打算让你顶替刘凯旋的位置，做酒店的副总，你觉得怎么样啊？我啊，哎，不行不行，我刚来酒店，啥也不懂，啥也不会，我可干不了。王总，你闭嘴。不会可以学，我看重的是你的人品。你什么学历啊？大专。以前做什么工作的？他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铺。我问你了吗？你给我出去。哎。坐吧。怎么想起来城里打工了？我是赌气就进城了。赌气？跟谁赌气？跟我自己。我不想一辈子就窝在农村了。好，说得好。就凭你的勇气，我觉得你能胜任主管的职务。
王总，我真干不了。你要让我实际的干活行，让我管别人，我没那个能力。那就做酒店的大堂经理怎么样？大堂经理呀？我现在正式任命田小梅同志为咱们云居大酒店的大堂经理，大家鼓掌欢迎。在我出差的这段时间里，咱们酒店工作一直由刘副总负责。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咱们酒店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我已经请示集团了，从今天开始，他只负责后勤保障这块，不再参与任何酒店的决策工作。我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够把咱云居大酒店当成自己的家。只有你们把这儿当成家，这里才能把你当作家里人。咱们云居大酒店不欢迎那种在这儿混日子的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趁早辞职。你们一定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提拔一名保洁工做大堂经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能够做到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为顾客服务就是为咱酒店服务，为酒店服务也就是在为自己服务。如果你们其他人干得好，我也会破格提拔。没想到咱们云居大酒店的问题会这么严重。回去之后，大家好好想想我今天说的话。我希望从明天开始，咱们云居大酒店会呈现一种崭新的面貌。明天上午9点半，村委会在小广场组织集体活动，凡是参加活动的村民都会得到一份礼品，希望大家广而告之，积极参加。这是整啥呀？真行，这才几天啊，就从保洁变成大堂经理了。啥经理？我都不知道这大堂经理是干啥的。有啥不知道的？不就是管人吗？想管谁管谁，想数落谁数落谁。姐，你现在是经理了，以后可得好好照顾照顾我。放心吧。姐，你跟我说实话，你真没结婚吗？我没结婚呀。那你有男朋友吗？没有。你咋突然想问这个？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啊。田经理，王总请你去他办公室一趟。收到，我先过去啊。嗯。我咋就没这么好的命呢？苗
苗大弟，婶儿，你咋来了？我向你传达一个通知啊，明天上午9点，在霍多多超市门口，村里有个集体活动，你要参加啊。参加的人都有一份奖品。啥活动啊？去了你就知道了。那我能不能不参加活动，只领奖品啊？想啥没事呢？有这种好事，我还想参加呢。你们几个都请假？对，是。说出请假的理由。我老丈人住院了，我得去瞅瞅。你呢？我丈母娘住院了，我也得去瞅瞅。你呢？我媳妇儿住院了，我不得不去。你呢？我，你儿子不会也住院了吧？啊，对，我儿子住院了。对什么对？你们家不是闺女吗？哪来的儿子？我说，你们几个请假干什么去？不说实话就不准假。田总，您是真不知道啊，还是假不知道啊？知道啥？也没看见微信公众号里信息呀。明天村委会上午搞活动，所有参加的村民都能拿到一份奖品。啥奖品？不知道，没说。你女婿新官上任，这奖品肯定差不了。弄不好是空调、手机啥的。对，就是给汽车，也不准假。我告诉你们几个啊，明天你们继续上班，听见没有？行了，赶紧干活去。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吗？龙啊，干活去！哎，姐夫。哎，满堂，有事儿啊？我来问你个事儿。你不会是来问奖品的事儿吧？你哪知道？我接了10几个电话呢。啊，姐夫，那奖品到底是啥呀？你告诉我，我绝对帮你保密。你真能保密？能。那我也能。不是你有这功夫，你咋不问我明天是啥活动呢？啊，那明天啥活动啊？你去参加不就知道了？你这跟没说一样。哎，姐夫，你看见我姐了吗？见着了。她真当经理了。啊。她工作那个酒店叫啥名啊？有空我也去瞅瞅去。哎，我没记住，你回头问你姐吧。得，我今天算是白来一趟，那我走了啊。老大，帮我个忙行吗？啥忙？你真不吃？气都气饱了。破财免灾，不就几10块钱吗？你倒大方。那苗大弟明儿再来怎么办？再来，你就说菜卖光了，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咱凭啥要躲呀？你说碰上这样的无赖，你不躲能咋样？这车养钱也是，以后像这样的人啊，就不应该帮他。吃亏是福，先苦后甜嘛。跟着你我就没吃过别的，光吃亏了。姥爷，你去看电视吧，我的作业你也看不懂。3年级的东西老爷看不懂啊！你别忘了，老爷也是曾经当过村主任的人。那行，我考考你，倒行逆施是哪个朝代的故事？讲的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啊，那个不会，算了吧。我考你道数学题。数学题好，
老爷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算计。老爷，请听题：张大爷打了700斤鱼，上午卖出523斤，下午比上午少卖出394斤。请问张大爷下午卖出多少斤鱼？这一天一共卖出多少斤鱼？还剩多少斤鱼？啊，李大爷，张大爷，啊，那个张大爷打了700斤鱼，是他一个人打的吗？对，一个人。啊，700斤鱼，700，那鱼可不少啊。爸，舅舅来了。写作业了？我给老爷出了一道题，把老爷给难住了。是吗？是什么事？你要不来，我就算出来了。倩倩，想不想跟舅舅上超市去住一宿？不想。下午卖了，舅舅给你个惊喜。啥呀？300斤。老爷啊，我今天要跟舅舅去住。行，那个晚仓，记得明天早上送上学啊。好嘞，你就放心吧，爸。啊，早点睡啊。好嘞，都装上，那个装里来。行了，走吧，走了啊，爸。张大爷一天打了700斤，700斤，那得卖多少钱呢？倩倩，爸爸，你俩小点声。哎呀，想爸爸没？想了，你想我了吗？想死你了，我的小喵。姐夫，你俩有话回家说行不行啊？那一会儿老爷子出来就麻烦了。哎，走，回家。你们明天想着送倩倩上学校。哎呀，知道了。舅舅再见。姐，开会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哪敢呀？当着领导的面，你就得好好表现表现。谁呀？我。是刘副总。刘副总好。刘总。你就别叫我刘总了，你这么，不是，您以后叫我小刘就行。那怎么行啊？您是有事儿啊？您现在已经是经理了，就别住在这普通宿舍了。我给您安排了个房间，是个单间，您搬过去吧。不用，我住这儿挺好的。这儿条件太简陋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住在这儿还能跟英子聊聊天。你要让我一个人住，我还挺不习惯。真的？啊，真的。那这样，您要是改主意了，您随时告诉我。啊，好。那你们早点休息吧。晚安。啊，晚安。姐，你真不搬走吗？不搬走。太好了。肉麻死了。爸爸，我睡不着，你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吗？好啊，你想听什么故事？随便，只要我没听过的就行。那爸爸给你讲个焦裕禄的故事好吗？中国故事呀？是啊。好，你讲吧。故事发生在1962年，一个冬天，焦裕禄来到了一个叫兰考的地方。这个地方都是盐碱地，很多人吃不饱，也穿不暖。什么叫盐碱地呀？就是土地里含有大量的盐和碱，种什么庄稼都会死。那就不种地卖盐不就得了吗？盐碱地里头没有盐，怎么卖盐啊？你刚才还说盐碱地里都是盐呀？我说是盐碱地里的土里头含有盐的成分。含有盐不就是有盐吗？爸爸是给你解释不清楚喽。爸爸，
到了。爸爸再见。再见，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你也是。主任，村委会今天搞啥活动呀？它关系到我们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那都有什么奖品呢？去了你就知道了。那好吧，一会儿见啊。哎，喂，王校长，我是车向前，我想跟您借几样东西啊。鉴于村委会有活动，还有奖品，经过认真的思索，全面的考虑，我决定今天放假半天。上了吗？你啥意思啊？咋了？他们跟我请假，我没准。你可倒好，上来就放假半天，你这不是撅我吗？啥叫撅你啊？村委会不是说了吗？哎，等会儿，不是，你是不是也要去啊？啊？怎么了？我也去。你不能去，你得留下值班啊。凭什么就得我值班啊？快点！主任，来，把这个拿一下。这哪来的？借的。喂，哎，你到哪儿了？用不用接一下？好，等你啊。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刘总，你也来了？嗯，我是响堂山的村民，当然要来了。哇，这人还真不少啊！玉芝，忙着呢。哎呀，越来越有气质了。你们水泥厂的人都来了吗？都来了，为了支持你工作，我特意给工人们放了半天假呢。是吗？谢谢你啊。田茂山呢？他不来，他说宁可在办公室睡觉，也不参加村委会的活动。说谁呢？你怎么来了？我说你怎么不让我来呢？别在这吵，要吵回去吵去。玉芝，啥奖品啊？呀，你这么大老板，还在乎我们村委会的奖品吗？满仓哥，哎呀，金枝嫂子，哎，那你来了，超市咋办啊？那人都搁这儿呢，我搁那盯着也没用啊。哎，你知道奖品是啥不？不知道。你是车向前的小舅子，你会不知道？就是啊，我真不知道。乡亲们，大家伙安静一下，来往我这儿集中，我说两句话。乡亲们，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专程从市人民医院请来的主任医师钱有福大夫，大家鼓掌欢迎。请个大夫，啥意思啊？鬼才知道呢。第一呢，就是有请钱大夫给我们进行健康讲座；第二呢，就是发放礼品。但是是什么礼品，我暂时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告诉大家。首先呢，我们热烈的欢迎钱大夫给我们进行健康讲座。各位乡亲们，你们好！我这次来咱们响堂山啊，主要是想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尘肺病。
尘肺病。这个尘肺病啊，它是一种这个职业性的疾病，是指什么呢？是指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由于吸入了过量的粉尘，所以导致的一种不可逆的一种病变。患病以后啊，患者的肺部会日渐的虚弱，呼吸会变得困难。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还有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在说咱们水泥厂？到目前跟咱水泥厂有啥关系啊？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手段。也就是说，一旦得了尘肺病，那就相当于被宣布了死刑。很多人啊，只能看着自己的这个生命一点点的流逝下去。不是，这和我们响堂山有啥关系啊？是啊。我听说咱们响堂山是不是有个水泥厂啊？有。对。车主任说啊，咱们水泥厂有很多的工人已经得了尘肺病了，向前是吗？是这样的。为此，我特地走访了曾经在水泥厂工作和现在正在水泥厂工作的人，他们的身体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尘肺病的症状。大伙儿配合我一下，今天在座的有没有曾经在水泥厂工作或者现在正在水泥厂工作的人呢？请举起手来。有。谢谢大家。这么多。你们现在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出现什么咳嗽啊、痰多啊，包括胸闷、胸痛，还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我有，我经常胸闷还咳嗽。你说的这些都是这个尘肺病的这个早期典型的症状。我建议啊，尤其是在这个水泥厂上班的人，你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了。我感冒时候还咳嗽还痰多呢。如果你们有这些症状的话，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专门的检查。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个病一旦得了，不可逆转，无法治愈的。是不是去你工作的医院检查啊？你是不是给你们医院做广告呢？我这可不是广告啊！你们医院收不收钱啊？要是不收钱的话，我们都去检查啊。对吗？我给大伙说一下啊，人钱大夫到我们村做讲座，这纯属是义务的。今天人有个重要的会议都给推掉了，请大伙对钱大夫尊重一点。我们尊重他可以，他得尊重我们。什么无凭无据的就说我们水泥厂有人得了尘肺病，这样说话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我不是说咱们水泥厂的人都得尘肺病，别说没用的，赶紧发奖品吧。对，向前我这没法说。主任怎么办？大伙安静一下，现在我宣布发奖品。口罩啊，一人发一个。好，来，乡亲们都过来，来领奖品。来，拿一张啊。大伙儿听我说一下啊，水泥厂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咱们村的口罩就永远摘不下来了。咱不为自己想，咱也得为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想吧。搞了半天就是个破口罩啊，这不是骗人吗？啊，走。我就知道你也没去参加村里的活动。人一多我就头疼。哎，对，我也是。你今天不上班？不上啊，水泥厂放假半天。你要闲没事帮我喂鸭子吧。好啊。啊。哎，那你呢？我对鸭子过敏，我出去透透气。今天没想到会这样，你别往心里去啊。我没事儿，我就说这事儿啊，不会像你想那么顺利。
你做好思想准备了。再难我也得把这事儿处理好，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是，我支持你。谢谢。咱俩别客气了，我先走了啊。你们是不是都想不通啊？经济的发展不能以人的健康为代价。如果是这样，我宁可不要这个经济。这件事情，我们村委会必须要统一思想，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水泥厂的污染不解决，响堂山永远没有好日子。那你想怎么样？暂时关停水泥厂。那厂子里那么多工人咋办？好几十口的人呢。是啊，只要身体健康，就不愁找工作。说的容易，那么多人上哪儿找工作去啊？主任，我同意杜婶的意见，关系到这么多人，我觉得应该从长计议。孟山，你怎么看？我同意车主任的意见，咱们不能只考虑眼前，多少钱也买不来命啊。静儿啊，你呢？我听大伙的，关也行，不关也行。什么叫不关也行啊？环保问题不解决，那水泥厂就得关。孟山，你以村委会的名义起草一个通知，通知水泥厂暂停生产。如果环保问题不达标，那么水泥厂就要彻底关停。杜婶，咋办啊？怎么办？还是先听向前的吧。喂。哦，我马上出去啊。咋办？咱还干吗？你还真相信车向前说的话？就是，不干活，咱吃啥喝啥。兄弟，你不想干了？不想干了。我相信他们说的话，命都没了，要钱有啥用？你现在要是离开这，万一不是车向前说的那样，你咋办？到时候你再想回来，可就回不来了。就是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不出村就把钱赚了。大哥，要不你先别辞这儿的工作，咱看看车向前能咋办？对，要不咱先看看村委会是啥意思。好吧。要不咱也把口罩戴上吧，这里确实太呛了。要戴你们戴，这玩意儿憋得慌。暂停生产？对。车向前呢？我找他去。嘎你，待着！你以为这是你家呢？这是村委会，要闹事儿回家闹去。那你向着谁？我向着理儿，谁有理我向着谁。当然是我们水泥厂有理了。我还觉着车向前说的有理呢。他有什么理啊？他那是无理取闹。我不管，反正我把村委会的决定告诉你们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告诉你，你要敢无理取闹，别说我跟你不客气。哎，怎么办啊？没人敢动咱们水泥厂，还没人敢动。车向前已经开始动了，没听杜玉珍说吗？3天后环保局来人检查。我马上去镇里找周镇长，我就不相信没人管得了他了。那我呢？你马上回水泥厂摸摸工人的底，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你就把心搁肚子里吧，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我。还有你，多吃点，吃的越多呀，长得越胖，然后你们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来来来，哎，别跑呀！喂，爸。闺女，你在哪儿呢？我在喂鸭子呢。喂鸭子？哦，我在给志杰哥喂鸭子呢。你还有心思帮别人呢？赶紧回家了。咋了？水泥厂快干不成了。啥？
婶儿，哎，暂停生产的通知书打印出来了，谁去水泥厂送啊？金海跑一趟吧。我？对呀，你去最合适。你脑子灵，口才好，反应能力还特别快，没有比你去更合适的了。还是婶儿最懂我，这事儿交给我了，我去拿包。婶儿，于会计去能行吗？金海没问题呀。哎呦，你能不能把口罩摘了？就算有污染，也污染不到咱这儿。电视里大明星都戴着口罩，我也体验体验。你体验出啥来了？出不来气儿。姐，啊，苗大弟又来了啊！咋办啊？别慌，有我呢。苗大弟，你来干嘛？这你都能认出来，你真厉害。又想吃白食？怎么说话呢？昨天吃饭我没说不给你钱吧？啊，那啤酒是不是你拿错的？那饭钱是不是你给我免的？是你还是你？金枝，把菜单给我拿来。甭拿了，今天我这饭店什么也没有，菜都卖光了。给我来份炒饼。饼也没了。给我来份炒面。面也没了。炒米饭。没有，都没有。啥意思呀？我一来啥都没有了。谁来都一样，没有就是没有。行，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行。姐，他没走。污染？他有证据吗？咱就是水泥厂的，咋没事啊？说的就是呢。找他论去。论什么论？不对，这事儿我觉得没这么简单。咱水泥厂开了不是1天2天了，以前为啥没事儿，现在就不让干了呢？闺女，你赶紧上网帮我查一下，咱们水泥厂的危害到底有多大？说实话，我现在心里也没底。好。老田，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污染的事情调查过吗？调查啥呀？要是调查了，我就不来找您了。水泥厂这么多年一直都好好的，怎么他车向前一回来就开始污染了？我们村里那几个有病的，我都认识几10年了，从小身体就不太好，跟水泥厂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会吧？车向前这么干，肯定有他的道理。有什么道理啊？他知道我现在在水泥厂上班，跟我故意过不去，诚心给我添堵。那你今天找我，想让我做什么呢？镇长，你得敲打敲打他呀。咱响汤山啥也没有，就水泥厂这么一个拿得出手的企业。如果把水泥厂关了，得有多少人失业？得有多少人吃不上饭？我知道了。你不能光知道啊，你一定要替我们响汤山的父老乡亲做主啊！向前，你怎么来了？没生我气吧？我反对你关停水泥厂，是因为你刚上任不久，群众基础还不牢固，你这个决定风险系数太大了。我个人的风险不重要，重要的是乡亲们的生命和身体。你说的没错，可你想过没有？一旦关停水泥厂，好多人就会失业，家里就得断粮。
长痛不如短痛，咱们早晚要面对这个抉择。好吧，我知道你拧不过你，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刘叔啊，在呢吗？刘叔，刘叔，我在这儿呢。愉快点。哎，有事啊？我给您送通知来了。暂停生产通知，您看明白了吧？一进来，田叔，你怎么来了？赶紧看。这个希望你们水泥厂呢，积极主动地配合村委会的决定，暂时停止生产，查找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整改，为咱们响堂山的绿色环保事业。金海，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叔啊，我可是代表村委会来的。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我走，走不走？走，走就走。见着周镇长了吗？见到了。主任，您是没听见他们说的那话呀？我都难以启齿。表面上他说的是我，实际上那是跟咱村委会宣战的。这气我倒是能忍，不知道你们忍得了忍不了。我找他去。哎，算了，我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凤珍啊，你再去复印一份吧，我亲自去。要不我去试试吧？还是我去吧。我觉得你去会更麻烦。兵来将挡。姐，他不走咋办呀？他爱走不走，有本事就住门口。哎，等会儿，你们俩吃饭呀？对，我们这饭馆啥都没有，是吗？啊，你们换个别的地儿吧。行吧。姐，他把吃饭的人轰走了。甭谢我，我替你跟他们说了，这饭馆啥都没有。你，金枝，告诉周师傅，今天咱不干了，不上班了。啊？愣着干啥？去呀！好。别客气，车向前，我闹不明白了，我哪儿得罪你了？你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爸，我不是针对你，你不是针对我，你针对谁？我是为了村民们的利益。我告诉你，车向前，只要我有一口气在，你的阴谋休想得逞。你要干啥？这些都是尘肺病的患者，你看看。赶紧给我走！走！爸，这水泥厂我关定了。姚大弟，你小子会遭报应的。我遭不遭报应跟你有啥关系？该干嘛干嘛去啊！姐，
姐，我先走了啊。走吧。你愿意在这儿给我看门就看着吧。告诉你一声哈，我这饭店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我都收拾走了。向前，婶儿，向前，我不放心，你可以过来瞅瞅。那通知贴上了，估计已经被撕了。谁撕的呀？你老丈人啊？知道。你回去吧，我找他算账。婶儿，婶儿，你别去了，婶儿。喂，你好，请帮我查一下环保局的电话。哎，好嘞。好好，谢谢。田茂山，你要是来给车向前说情的，那就请回吧。你仔细想想，车向前说的有没有道理？有啥道理？他就是跟我过不去。我知道，你为啥心里想不明白。我这是不蒸馒头争口气。我知道，竞选的事儿，你心里还是没想明白。其实你误会向前了。他真的没有私心杂念，你不想想你是谁呀？你是他老丈人，他何苦为难你呢？按理说他应该给你哄得特别高兴才对，是吧？他为什么要捅水泥厂这个马蜂窝呀？玉珍，你就甭劝我了啊！我现在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好，我不劝你了，你爱咋地咋地，多吃几个秤砣啊，撑死你活该。刘首富，你在哪儿呢？赶紧召集全厂工人。干嘛？我要给大家开会。主任，您回来了。主任，我觉得您做的特别好。单靠咱们村委会的力量是不够的，更何况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真闹僵了也不好。你有啥好办法？我觉得咱们得拿出证据。你去查一下环保局的电话。我已经给环保局打过电话了，他们会尽快过来取样化验的。好。水泥厂周围其实不用化验也能知道这个污染的严重。我刚来村里的时候就发现，响堂山不是我想象中的农村，这里的空气并没有比城里好多少，甚至还不如城里。你等着看吧，早晚有一天这儿会成为绿水青山。今天村委会的活动大家都参加了，我就想知道，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就想知道，在这干活是不是真的会得病？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反问你一个问题：谁能告诉我，在哪儿工作能永远不生病？对对对，
反问的好，这智商啊！哼。你们也都知道我跟崔向前的关系，他是冲我来的，跟我们厂没有1毛钱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安心工作。村委会不是给你们发口罩了吗？如果大家真想戴的话，厂子也可以为你们购买吗？对呀，污染哪里都有，瓷砖还有辐射呢，手机还有辐射呢。你能不能把嘴闭上？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们不干了的话，你们的老婆、孩子靠什么生活啊？所以我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有钱咱们一起挣。好。抽空买2台空气净化器，你一台我一台。啊。